近日，美媒报道，美国海陆军企图招标超小型自杀式蜂群无人机针对中国，可惜美军忘了，想要无人机对轰，美国还真不一定能赢过中国。据美国防卫新闻网站12月9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无人机战略，计划招标超小型自杀式蜂群无人机。美国专家指出，美军自杀式无人机蜂群这一项目直指中国，值得我国警惕。不过，美国好像忘了，无人机蜂群方面，中国也一直在主攻研究，抛开反无人机作战体系，仅依靠无人机蜂群对轰，美国还真不一定能赢。据报道，美军招标的无人机蜂巢项目正在寻找从地面发射的超小型无人机，要求最多只需要2人便能操作整个无人机蜂群，射程不超过20公里，飞行长达90分钟，既能成群飞行，也能单独飞行，并且要具备一定抗干扰能力，能够深入敌军内部，消灭敌军人员和物资。据悉，美国雷神公司的低成本无人机蜂群技术演示试验，成功在第2年拿下了美国海军2900万美元的合同，继续进行无人机蜂群的研究。时隔多年，美国雷神公司的无人机技术可能已经成熟，但美军真的用这种超小型无人机蜂群，真的能够成功对抗中国吗？据悉，10月份时，中国电科集团电科院首次公开了演示中国无人机蜂群计划。当时有人经过推测，评价视频中展示的小型无人机是中国保利防务集团 CH-901型小型无人机巡航飞弹，也属于自杀式小型无人机，被称为中国版的折叠刀，留空时间更长，其身上装有电光摄像机，对 1.2 英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侦测。不同于美军的折叠刀无人机展开群体攻势，中国的无人机蜂群发射系统不仅能组成蜂群，而且能够一次发射200架无人机，形成数量庞大而惊人的无人机群，能够满足快速部署、密集发射、精确编队、阵型变换、对地查打、精确打击、多种投放方式等任务需求。而对于美军来说，未来为了确保多个无人机集群飞行能够达到精准定位、无人机之间互相通信、AI 自动组队并飞行等要求，相应的需要在每个无人机身上集成更多的传感器、通讯设备、AI 能力的高速处理器，这些是目前最让美军头疼的。相反，我国国内的现场表演，民用无人机群体就能进行的眼花缭乱表演，对于美军来说却很是头疼大量无人机的自动编队。随着我国无人机技术的日益成熟，军用无人机在恶劣环境适应性、协同作战能力、人工智能等方面都将逐步提高。另外，美军要求的超小型的无人机，在保障90分钟的续航能力的同时，要求能够飞行20公里的话，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机载弹药量，实际杀伤力也有待考察。因此，美军想用超小型无人机蜂群与中国 CH-901 小型无人机巡航飞弹蜂群对轰的话，美国还真不可能赢过中国。最后，美国这项目既然是针对中国的，我国还是需要警惕，进一步研发相应反无人机作战体系和无人机蜂群技术。近段时间以来，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对峙局面无疑是受到了来自各界的高度关注。而原本是2个国家的矛盾纠纷，却成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重点干涉。而就在最近，俄罗斯为中国说了点大实话，却意外把印度网友心态弄崩了。事情最开始是印度媒体《印度斯坦时报》在外网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展示了一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中印对峙局面的看法。这段实际发生在上周的画面中，俄外长就提到，目前喜马拉雅山脉对峙局面的僵持，归根到底是西方势力在其中的怂恿，西方媒体在第一时间扭曲事实真相，在印度国内制造舆论浪潮，试图将印度彻底推到中国的对立面。然而意外的是，就是这么点大实话，却实实在在地刺痛了印度人。有印度网友认为，俄罗斯的这份声明实际上就意味着俄罗斯已经选好了自己的阵营。拉夫罗夫的信号十分明确，他要和印度分道扬镳了。或许在未来与中国的对抗中，俄罗斯是不会帮助印度的。有印度网友就十分痛心的愤恨不已，表示印俄之间的亲密友谊呢？我们不是盟友吗？为什么要帮中国人说话？亏我们还买了那么多他们的武器。话又说回来，印度人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十分复杂。一方面，印度人采购俄罗斯的装备，但是又经常被坑，花了大价钱才弄回来一些残次品，这让不少印度人十分不满俄罗斯的行为。甚至印度国内不少舆论还把摔飞机、打败仗等一系列丢人现眼的事情全部甩给俄罗斯，认为这是俄罗斯武器质量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少有的愿意卖武器给印度，还能顺口恭维印度的国家。尴尬就尴尬在这一点上，
很多印度人是真的相信俄罗斯在卖装备的时候的客套话，把俄罗斯看作是印度的亲密盟友。实际上，在评论区里有不少围观网友切实解释了一下对峙情况最开始发生的样子。然而，早已被西方媒体信息轰炸了无数次的印度网友，根本半个字儿都不信，依旧坚持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俄罗斯外长说出来的大实话，也被印度人看作是偏袒站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能够大致了解到，西方媒体利用舆论信息在印度国内是如何污蔑构陷我国。也因此，我国也必须对这种情况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印度想要保住地位的政客，必然会绞尽脑汁地配合汹涌的民意，做出任何不理智的行为都是可以预见的。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从这一次印度对外大批量采购防寒服一事，却反常的没有找俄罗斯这个常年和冰雪打交道的国家，反而找的是美国人，还是买二手货。从这一点上看，恐怕印度这一次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投靠美国捞点好处了。印度一直有着成为超级大国的野心，那么没有五代机如何能抗衡其他更强大的国家？所以近日印度再次掀起一阵预购五代机的旋风，首选竟然是俄罗斯的苏57。据越南科学技术论坛网站近日报道称，近日印度再次确定了自己无法在几年内拥有自己制造的五代机的情况下，如何能在边境称王称霸？其中一位印度专家表示，印度起码在15年内是别想拥有自己的五代机，所以还不如去采购别人的五代机。报道还表示，印度为此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中国的歼20和俄罗斯的苏57进行了比较，再次明确了希望印度空军购买苏57的信心。就先不说歼20和苏57比较怎么样了，就以印度前脚嫌弃俄罗斯的苏57，后脚还想买苏57，究竟是个什么奇葩的想法？当年印度因为采购相当多的俄罗斯装备，一度与俄罗斯成为非常要好的交易小伙伴。那时印度为自己并没有能力研制五代机，就和俄罗斯共同研发了一个五代机项目，就是苏57的前身。那时印度预计是投入60亿资金，后来因为俄罗斯的研究缓慢，一度让印度十分焦灼，最后耐心耗尽，两国一拍即散。随后俄罗斯的苏57就有眉目了，更是很快的被搬上了台面。那时印度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自己退出合作，主要就是看不上俄罗斯的苏57。但是很多人都怀疑俄罗斯就是耍了印度一把。这还没完，在俄罗斯的苏57马上就要入列的时候，印度再次跳出来说永远不会购买俄罗斯的五代机，并且还列出诸多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再次提起购买俄罗斯的五代机，难道就不怕被俄罗斯坑一把？说实话，就印度这骚操作，俄罗斯就算不记仇，怎么也要狠狠地宰上印度一笔。毕竟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想买，俄罗斯又不是什么良善人，任由印度撒野，所以不坑上一笔，怎么看都不可能。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俄罗斯目前只有苏57一款五代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卖，那还不一定呢。当然，目前俄罗斯也还在研究下一款五代机，还不知道是苏57的低配版还是高配版。在那之后卖不卖，肯定就是要再看的。不过话说回来，就像印度专家自己所说的，想要靠印度制造能力研制五代机，最少那都是要等上15年。毕竟印度光辉战斗机研制了30年才被研制出来，这个例子可是十分值得借鉴的。这种情况下，印度想从国外购买五代机的心思也就很正常了。比较有意思的是，目前全球列装的五代机中，好像只有 F-22没有被印度批评过吧？就算是美国 F-35也是被印度死命嫌弃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想要采购五代机，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困难重重，甚至很可能短时间内都不一定能买下来，只能遥遥无期的等下去了。